好，来看看今天啊，我狼给大伙儿带来的是《三国战记》的这个乱世英雄，求生之路版啊。这个版本呢，就是你听这个名字啊，有点像那个，对吧？那个打丧尸那个，但是它这个求生之路就是说给人一种就是特别难的感觉啊。但是事实上呢，只要高手在啊，就没有说所谓的难与不难，而且呢，操作的这个角色呢是夏侯渊啊。之前我们是解说过一个那个乱世枭雄的夏侯渊的这么一个视频，但那个视频呢，它是打的速通。那这次呢是求生之路版啊，不是乱世枭雄版，是乱世英雄求生之路，所以说时间会长一点，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夏侯渊的一个玩法。好，这个夏侯渊啊，这个你看这个样子，这个我们简称叫 KY 渊。这小子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游戏当中哪个 BOSS 是最难打的呢？很多人说小狼，我知道啊，那个最难打的 BOSS 啊，肯定是最后一关的 BOSS，当然肯定不是啊。那不是的话，肯定是天上飞那个左慈，他是最难打的，对不对啊？事实上呢，确实左慈是因为他有反人类的设计啊，但是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心理阴影，还是这个夏侯渊啊。你比如说现在就这个。在今天咱们可以用这个人了，无论是看刀，无论是啥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小剧情，你看快点啊，这个设计。然后呢，走到那个屋里还能从空中掉下来，一本人盾书，这个大家伙都比较熟悉啊。文哥又皮了啊，文哥，哎，我们看看现在怎么个路子啊？其实我对于啊，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还是。挺好的吧，因为很少有人看着我狼说，我狼你也不解说，你看这个你也不解说一些新的版本。你像这个版本，虽然说不是现在最火的那种，大伙儿比较熟知的那种，像什么老飞啊，或者说是一些做的那种带道具或者带那个装备的那种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装备，包括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像什么有剑啊，可以吸血，可以集齐几剑或者武书什么的，那再包括有什么腰带什么的啊。当然那个再说啊，无论是1代2代都有机会做。你看这个版本呢，其实它也是在某一些特定的这个地图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机关，就是说如果你碰对吧，你攻击的那个机关之后，你像刚才就空中掉下来一个，就是那个长得像《三国战记2代》里面那个民兵册啊，那个东西啊，对吧？都是这个情况啊。在看狗老板的意思，你们都叫狗老板，我都叫老飞、老雪。老啥都行，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游戏，咱们讲故事吧啊，就是这么讲的。这个夏侯大家伙都知道叫啥？夏侯就是字妙才，对吧？这个名其实就是但凡叫妙，大家伙知道妙是什么意思吗？啊，妙就是，对吧？一个少一个女啊，少女就是妙，对吧？少女有才的意思是不是啊？好，咱们都用血杀起手，然后利用这个爆气的效果，然后打出这个连击，伤害比较高啊。还有说什么叫妙？少女它就是妙，对吧？好，不要小看这个火啊。其实我心目当中就是它有一个援军令，咱们有这个弓箭手兵的这个援军令啊，就可以当成《三国战记2》里面那个玩儿。就是你对吧？你可以射一个箭，然后那个火可以一直烧。好，大家看看。其实想想啊，咱们中华这个传统的这个，你看机关，咱们中华传统的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汉字啊，对吧？汉字就非常神奇。之前我给大家伙科普过这个什么。比如说喉、舌、鼻，像这种啊，你用，对吧？你说哪个字就是用哪个字哪个部位去发音，比如说喉对吧？就是喉你对吧？发音鼻，那最后的尾音是用鼻子发的，舌，对吧？然后齿，你对吧？你看，要不说这个这普通话啊，当然虽然说是咱不说其他的这个什么方言啊，咱们就说现在这个路子啊就非常好啊。再有就是咱们不要跟那阿比的，一天阿比，到哪叫阿比啊？哪那么多比？然后再就是啥？再就是你看刚才我说这个少女这个妙，但要说一什么妙这个东西，可能多指于奇妙、美妙，或者说是妙就感觉太他妈神了啊！这玩意儿这也行啊？
这颜良文丑啊，这一上来河北上将颜良文丑，也是有点东西。好，咱们这个连击大家伙都了解啊，连击怎么连呢？比如说用爆气的连，比如说用大爆气去连，小爆气连，道具去连。好，坐地一炸。你只能练2个，哎，你看他这个小爆气只能练2个，大爆气的话，可以练很多，但是，必须要集满气才可以。好的，一顿点。这个哇，这 BOSS 死了，可以看到啊，还有这个一个灰色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我狼吃晚饭了吗？我今天吃了鸡排。但是今天你懂的啊，这2天吃多了。要死啊，大哥！好，女手为妙。其实还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做字啊不好做，你把手和女这个调回来啊，他就有点那个不对称了啊。合肥上将，有张辽在还敢说合肥上将啊？还有这个河北上将，河北四亭柱嘛，对吧？河北四亭柱，咱们大伙都知道啊。还有这个高览，还有这张合，张合是活得最久的啊。虽然说后来让诸葛亮给埋伏杀死了啊。感觉这点血非常嚣张啊！其实这个夏侯渊这个角色，你看把它调成那个红色的，我觉得更有煞气，而且练招的时候身上冒白光，这一点有什么样牛逼的地方呢？他一冒白光吧，你就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感觉他是霸体的，就谁也打不断他出招那种感觉啊！这点就非常赖啊！好，高卵，好，王平在此赐酒杜康。这个王平小的时候不知道啊，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剧也是，就莫名其妙就突然，你看啊，咱们知道姜维是魏国的。啊，对吧？姜维是魏国的，就在姜维这个，对吧？咱们就收了啊，说招降姜维。后来姜维为蜀汉，对吧？尽了那么大的力，大家伙也看到了啊。好了，这断水流啊，说每一个特色的角色都给你照顾到啊，这些主播啥的啊。好，杜康酒，哇，好，这个地方可以再撞个9。就是可以再打这个设定啊，也是有点醉了。然后看那个看电视剧，就看王平莫名其妙就出来了啊，他莫名其妙就出来了，所以说就觉得哎，这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王平也是招降的，对吧？王平他也是魏国的，所以说在《三国战记》里面呢，王平呢作为一个，对吧？你也可以打他，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对话沟通啊，相当于内奸。这个王平呢，这么跟大家伙说，王平啊，在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啊，讲这个王平这个人呢，没有文化。就是什么叫没有文化呢？就是他这个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这个人很厉害，应该说是在副将当中啊，应该他说自己是第2，没有人敢说是第1啊，大家伙能理解吧啊？所以这个王平很厉害啊。那这里面也是一个情节非常重的这个角色，比如说王平可以带你上楼梯，王平可以赐酒杜康，王平可以引你到第3关的岔路，对吧啊？哎，这就是这个角色比较牛逼的定位了啊。好啊，对，今天这个操作者啊是谁呢？这个操作者啊是来自于柳飘飘的尹天仇啊，之前也是解说过他的视频。好，贺这个4招1式，再来最后1式啊，刚刚好。反正一手小爆气啊，直接带走。
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这么说吧，对于菜鸟来说特别的难。正所谓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包括连招也可以选择用这个道具去接。总体上来讲呢，只要玩得好，对吧？只要你玩得好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个游戏挺难，就难在咱们玩的天王难度呢，下血也非常快，对吧？如果你一旦这个，对吧，像这个 BOSS 对你打这个2点或者3点，你就被秒了。而且夏侯渊的血量呢，虽然说比之前的版本要多，但是又多不了太多，也就多那么1刀的事儿啊，你懂吧？哎，好，不是说街亭是有他丢的问题啊，这个有他丢不丢，这个咱另说。你要知道，曾经王平啊，也是用了几千人打败了10万大军。啊，这个当然呢，所谓的打败是属于这种击退啊，或者说是把人击退啊，退败，但是并不是完全击杀或者说是溃败啊，溃不成军那种，这个没有，这个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就是王平只用数千人啊就可以击败人10万大军。当然呢，由于这个也是有地形原因，而且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但是你想啊，咱不能拿这个张辽这800干人10万这个事儿来说，但是呢，那只是其中的一次，而且咱也不能说这个王平在之后能一直在守，但是总体上来讲呢，这个王平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而且呢，王平他最难的一点是啥呢？就是因为他诸葛亮就是毕竟他自己是啥，他自己是有才华、有这个文化出身，对吧？但是呢。你说这个王平啊，他就是没办法当这个主将。大家伙儿知道吕蒙这个人吗？吕蒙呢当这个都督啊，说白了就是军事主帅。这个吕蒙呢，最开始呢，应该说孙权啊非常喜欢这个吕蒙，但是他就不敢让这个吕蒙，对吧？这个让这个吕蒙这个对吧？身负重任，怎么办？哎，后来他就点拨这个吕蒙说你该学呀，对吧？啊。对吧？你要是有点文化的多好，你要是学习多好，对吧？对，怎么搞这个内政，怎么管理，怎么这那的，哎，后来这个吕蒙听完了之后啊，事隔3日刮目相看，对吧？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了解。那这个王平就拉倒了啊！王平说了，我再怎么学，这军里面有多少个人比我这个经验足的？有多少个人是嫡系部队？有多少个人？是吧？那个文化水平是我再怎么追也追不上的啊，所以说他干脆我就做一个好，对吧？副将就完事了啊。好 ，Go Go， 小的们看这儿！我操，直接一个雷，感觉每一个地图里面都有一个 BOSS 啊！这里面居然藏着一个沙摩柯，我也是醉了。好的，这个小铁莲花非常疼啊。哎，5G哥来了，5G哥来了，就是查寝了，看好工牌，除了5G哥，谁来都不好。5G哥，我都想死你了。5G哥，你要再不说话，我就在微信直接定位，然后看看我是不是去捞你一下子啊。5G哥，你看，你问问大家伙儿，我都已经，我这边都来气儿了，我都现在已经都可以穿这个了啊！什么明示啊？人家这个明明就是超级明示啊，超级加倍啊！我这怎么能是明示呢？那都已经他妈这都点名了都啊！刮目相看，这个成语深入里门来了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兄弟们。成语但是呢，我可以大数据来说，这个成语跟大家伙讲啊，成语基本上啊都是来源于什么呢？都是来源于周朝时期。这个周朝时期呢，它总结前面的这个上古的传说，从上古传说啊，盘古开天，对吧？女娲伏羲，什么三皇五帝，到这个夏商，再到他们周朝，然后呢，一般来讲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对吧？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成语一般都是在成于周朝啊，大家伙儿反正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你问我这个刮目相看，大家伙儿可以百度搜一下，我现在就不做功课了啊，因为这事我真不知道。哎，这子爵怎么续不了费了呢？什么情况啊？这个一说到这个斗鱼的这个爵位，其实他还是比较这个明白的啊。咱大伙儿都知道啊，正常应该是皇帝的话呢，讲究是天子啊，皇帝呢是最大的。
啊，当然呢，在地球上呢有很多个天子啊，很多个皇帝啊，大家伙就不说了，无论是什么欧洲的或者哪的，但是呢，承认一个超级政权，比如说咱们华夏文明的超级政权，一般来讲只有一个皇帝啊，咱不算三国啊，不算三国，不算什么那个对吧？两晋南北朝的这都不算啊，但是呢，事实上呢是只有这么对吧一个啊，只有一个天子，天子就是皇帝，先是皇帝。然后呢，再是什么呢？再是国王啊，他封他为王。然后呢，王之后呢是公爵，啊，王公侯伯子男，哎，对吧？最低的是男爵啊。咱看那什么地狱男爵，好像是感觉就非常面，是不是啊？但无论怎么想啊，但事实上呢，很多人说那个斗鱼不还有什么幻神什么的吗？不什么的啊。这个斗皇帝之外还有个超级皇帝，那这玩意儿那就相当于像那个什么，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叫这个叫乾隆啊，太上皇啊，他这个太上皇呢还是有实权的太上皇啊。你像那个刘邦他爸那个就不算了啊，那没实权啊。滕王阁序，别提滕王阁序了。我在南昌，我就是天天看滕王阁，每次坐大客去看滕王阁，我都没进去过，感觉老嘚儿了啊。王公侯伯子男，啊，你斗鱼应该是没有，但是事实上就是，正常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爵啊，这个咱们看那个电影，看那个《鹿鼎记》，你看啊。封他为这个一等子爵啊，这个爵位就已经不小了，对吧？你虽然说跟平西王什么的比不了，那差太多了，但是一等子爵，对吧？什么二等通吃伯，对吧？那个通吃伯是伯爵，对吧？一等鹿鼎公啊，公爵，公爵就是善终最大的爵，最大的爵的善终最大的爵，而且在汉朝时期，如果你是公爵的话。那么基本上来讲，你的特权就非常大。一般来讲，公爵有可能会被篡位，对吧？尤其是异姓封公爵，那封王爵那更是了啊！你像曹操，他就是被封为魏公，后来又晋升为魏王，对吧？司马昭就是晋公，但是司马昭没有晋王这说了啊，就晋公。等他儿子直接就篡位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感谢我们的。石佛哥3手大金卡，一会儿武器哥等一手，好丧彪，这个丧彪是赵云叫丧彪啊，赵云叫丧彪，然后那个刘备叫繁星，看没看见？好的，压起身，爆气，再来压，然后再连一个一手，还有一手爆气，再连没了。想办法，定住了，过了，我负责1星，2星需要1飞，张灵剑，不是吧？飞轮，来。容易被秒啊，兄弟们啊！先打死一个，来一下 ，OK。九节杖要吃吧？九节杖没了。我操！左撕了22，然后直接文哥一手飞机。哎呦，这一下这么多血，这一下血还是多的啊！我来2星，还差3个1毛钱小礼物啊！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是大家伙都不知道这个爵位什么意思。你们认为爵位只是一个空衔吗？我告诉你，爵位不是空衔。就比如什么样的爵位是空衔呢？啊，这样的爵位是空衔的。比如说现在啊，假设现在呢，我是皇帝啊，兄弟们，比如说这个文哥啊，比如说文哥。啊，我是皇帝，我要封文哥为大太子，不是，我要封文哥为这个王爵，对吧？哎，我封他为，比如说我封他为这个洛阳王，对吧？在洛阳这个地方，他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军队，
可以自己收自己的税，可以自己定，你就是你什么都是你的，就这个地方除了你要效忠我，对吧？剩下你就是你自己的税，你怎么管理，你自己找大臣，对吧？找宰相，找什么，就你的事儿，这地方就交给你管了，对吧？这个就是实惠的，对吧？这就实惠的。那什么叫不实惠呢？比如说我是皇帝，我封文哥为越南王，啊，但是这个越南王呢，这个越南现在还不在我这儿啊，这越南是个独立的一个小国家，我们还没有平定它啊，就是我说白了，我们还就这个地方不是我的，但我封你为这么个王，意思就是啥时候对吧？啥时候这个地方归我了，你过去吧。但是呢，这个事儿估计是没有啊，这就虚的，这个虚的，你收不着税，你也没有建立不了自己的这种什么兵权啥的没有，就是虚空封王啊，对吧？好，凑人头了，2星了，越南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对吧？咱们大伙知道成语里面有个叫夜郎自大啊，夜郎什么意思？就夜晚的小狼啊，夜晚的小狼非常自大，懂吧？啊，这个就是这个夜郎自大，这个夜郎就是一个小国家，它就在这个这个广州这个云南是云贵，这一堆什么滇国什么对吧？就其中就有这么一个小国家，他这个国王呢就非常好面他也不知道坐井观天，有很多人就说他这个，就问他说是哪个国家最大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了，是吧？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了后来这个汉朝的使者去了之后瞅瞅，这你们国家哪个大？他说对吧？我们国家大他看那个滇国都觉得自己大，何况是这个夜郎国。后来呢，这个汉武帝为了平这个南越这个顺道把夜郎给灭了就有这么个故事大家伙知道吧好，现在这个五 G 哥这是开什么了？五 G 哥开什么了？这直接开了一手宝箱，还差3个人头兄弟们！现在直接开了一手宝箱，我靠！这个我因为我弹幕助手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兄弟们！是顺道那个夜郎国那个确实是顺道。然后呢，大伙都知道强悍虽然说强但是呢，汉武帝也确实也点写罪己诏嘛，对吧？这个大概也是因为，其实还是因为他爷爷还有他这个，对吧？他这个爷爷干得好所以说他就比较屌。但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再就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刚才我记得咱们唠到哪来着？唠到这个封国王王爵也是，公爵也差不多。公爵呢就是没那么大但是就是比如说我封你为什么什么公比如说你像咱们说晋景公，大家伙儿都了解这个是吧？这个就还有个上厕所是吧？上厕所那个拉肚子去厕所不小心对吧？掉厕所然后淹死了就老惨了是吧？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这个你像有些叫什么楚王，他是公爵，他不是王爵，他自封的对吧？这也是这也是，就是这个公呢也是挺大的，只要是王公大家看这王公对吧？王公这个听这两个名，就你说这两个都挺厉害，就是没有王爵，他肯定是要比公爵大，但是公爵就已经很厉害了，兄弟们再往后就被灭了。所以说凡人一般来讲，凡人就你不是自己家，不是皇帝自己家人，你凡人一般来讲就封到侯爵。这个侯爵有3个等就是县侯、乡侯还有亭侯对吧？这个侯呢就是什么呢？县侯大家伙都知道就这一个县，这个县呢比现在就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市了就是不是很小挺大的但是肯定不是地级市不是省会级城市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为啥？你为这个你管辖，你可以收这方的税，但是呢，你没有兵权。为啥你没有兵权呢？因为你这个兵权嘛，这个是对吧？中央集权集中制的对吧？
好，还差2个人头，兄弟们啊，还差2个人头。哎，平民做到公爵，理论上来讲是最高的，但是当了公爵的人，我跟你讲，当了公爵的人有两个结局，第一个结局篡位夺权，或者他儿子篡位夺权。第二个结局就是死的挺惨。这个当然周朝，那周朝没办法，周朝人就他不像那个大一统王朝的这个秦朝和之后的这个王朝啊，隋朝什么的，他没办法啊。那你周朝是周朝啊，周朝的公爵那全是公爵，那几十个国家呢，对吧啊？异姓的王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平民做到最高就做到县侯就很厉害了，对吧？你像对吧，诸葛亮，像张飞，这个在对吧？这个东汉末年，这个他这体系还是汉朝嘛。好了，这首诸葛亮是7兄诸葛啊，还会练地刺儿，看不看见？非常厉害，啊！好，还差一个1毛钱小礼物，兄弟们，哎，侯爵就比较狠了。然后伯爵、子爵、男爵，其实那都是后面的啊，兄弟们，就是比较细化的。我们通常认为啊，你看三国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除了就是一般就是什么侯，我封你为什么侯？其实封这个爵位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啥？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啊哇！孟宝哥一手一顿整哇，武吉哥一手大火箭，直接要冲4星了。好，感谢武吉哥。然后我们看这个，我们那个孟宝哥一手还是钻粉啊，但是那个这个好运桃的啊，这个我这个弹幕助手现在能看到那个前面那个钻粉啊，凑人头没完没了。感谢武吉哥一手火箭支持啊！武吉哥这一阵跑哪去了？我现在我都快打10周人口了啊！我说武吉哥肯定花了2500，不小心可能是，对吧？让某个民警同事带走了，然后送了你一副银色的手镯，就是带链的，对吧？来吧，狼全套，这奔着5星了，这要好直接撩走。这里面这个马超的形象是周瑜，这个设计比较狠啊。马超的形象是周瑜。好了，我们孟宝哥舞蹈家，好全套啊！一上来先是他这个没有他妈左慈啊，讨厌死了！他是最后一关有左慈，不过不要紧，我们先来全套。全套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跟我读，小的们看招。第二句话跟我读，第3句话跟我读，第4句话跟我读，第5句话跟我读，第6句话就专业啊！今天仗着嗓子好，石油又涨价了，我他妈不行了啊！加油太贵了，兄弟们！全套，我配的音别闹！想当年我配的音没有现在配的好，如果想当年让我配音的话，无敌了啊！冲4那个是，冲4那个，哈哈，冲4那个太狠了啊！好了，我们看哈，武吉哥怎么说啊？武吉哥怎么说？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再来一套啊！然后孟宝哥一顿神抽，接臂那个画面，我这个来个果冻尝吃。哎，对啊，要说句实在话，武吉哥，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我说出来，对吧？你别生气啊。怎么说呢？是这样的，现在呢，黑龙江疫情已经完全控制了啊，要不要来牡丹江试一下啊？短期内你让我去大庆去找你嗨皮，我估计是机会不大了啊。但
但是呢，如果你来我这儿嗨皮的话啊，我就是带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左拥右抱。好，感谢我们梦宝哥的一首《彩虹汽车》，好像今天点儿不是很好啊，没抽到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这个1毛钱小礼物，兄弟们，不是这个1毛钱小礼物，我靠，人头安排一下我了。现在这个1毛钱小礼物，嗷嗷满意。我觉得左拥右抱这个事儿太狠了啊！我们咱直播间里边还有个哥哥，就是那个朱天月，是咱们长春的啊，这个老乡。然后呢，我去长春找过他嘛，然后呢让他来，他都做好，就是这个月或者11月肯定要来了。结果呢，他又因为他是那个政府那个对吧，这个部门，他要去那个就是对外在机场对外做那个外联的那个翻译嘛，然后他没办法，他得隔离，因为他是对外的呀，对吧？他对那种就是英语对口的，像澳洲、美洲的，然后结果呢就现在又要被对吧，在机场里待1个月，然后出门还得隔离啊，所以说他这个计划又泡汤了啊。好，这个可以有，这个必须有啊，这个好。尊贵的1元钱小礼物，1毛钱小礼物就行。哎呦，现在是我想问一下，是这个小礼物是就是1毛钱的小礼物吗？我不太懂了啊。就是1毛钱的小礼物是这个意思吧？啊，就可以凑个人头，是不是啊？这是什么版？这个版本的名字叫做《三国战记乱世英雄之求生之路》的群雄逐鹿版本。我就你就听着办吧啊！你看到目前为止，他才18级，没有打分啊。如果想要打分的话呢，还是可以升的很多级的啊。无双版的那个 room 过期了，我准备了挺多无双版的，然后那个 room 过期了，就是它更新了嘛，然后它原先的录像就看不了了，我就瞬间蒙圈了啊！谁敢杀我？好啊！刚才武技哥是开的骑士是吗？我说嘛，我就是他这个不骑士在弹幕助手上它不显示，挺讨厌啊这个。好，魏延直接秒掉小黄书。我操，这跑的也太快了！你看那个曹操是《三国战记2》里面的，好，小的们，哎，他这里面是小的们，给我上！哎，这里面是幻境，看不看见？我感觉得有加湿器吧，要不时间不够了。好像点给你，哇，这一下，兄弟们，这一下看起来挺狠啊！挨打，现在这点血2下就死，真的。说的我心都痒痒了，其实其实我这么说吧，我都不怎么玩，我是不好这口啊，就是咱这个话是吹牛逼了啊，食色性也，咱也不能说不好，就是说可以有，但没必要，主要还是没有人，你知道吧？然后我都是跟我朋友去，是他们是不行了，我才陪着他们去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好。这有点疼啊，兄弟们，所以说该用金匮要略用金匮要略，该放那个宝该放宝，追地再接。他把这 boss 打一圈啊，这个啊，好，哥也是个性情中人，那武技哥必然的必嘛，对吧？虽然说都是露水情缘，对吧？但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不对？正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对吧？偶尔我们是还要拯救一下，是吧？这些，是吧？最起码
我们要谈一个40分钟的恋爱，对吧？啊，不主动不拒绝，你们又来了，你们又来了啊！给我来暖气了，但是依然不是特别热乎。你看我脚底下踩着啥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脚底下踩的这个啊，一个暖脚宝，把脚踩到这里面暖和。然后这个是拿电充电的。为啥要拿这个？就是人家这么说嘛，就是足下生根嘛，对吧？如果你脚暖和的话，基本上你这全身都暖和了。我这屋里面来气儿了，但是19度。据黑龙江省的这个供热的这个说法呢，是必须要达到20度，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每天都是19度啊，我心态都崩了啊，就供暖不给力啊。好，我放脚底下，把脚伸进去踩进去啊！好，你看时间不够了吧？这个得用沙漏啊，兄弟们！啊，不用！你看，它非常贴心的把这个柱子当成了加湿器，这个设计有点像《西游释厄传》第1代啊的初版，不是那个 Super 版啊！我操，青囊书是这玩意儿啊！19度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一天最热的时候19度，哎，我也不知道为啥，是吧？但最凉的时候呢，我还没测，因为我毕竟就是个门市房，我这屋里都是一个温度，我总不至于照窗户那儿测试温度，窗户那边全是风，然后温度它一旦变低了，我拿这玩意儿说事儿，这也不行，咱这也不讲理，对吧？但是就说这个意思。好，快没血了，兄弟。还有个天遁书，我靠！啊，天遁书。妹妹，我们这儿是不能低于20度了，现在是不能低于20度了。反正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家里还好，我家里绝对有20度。就你别看就差1度，我在家里可以就什么呢？我在家里严格来讲，我可以穿短袖。啊，再不济，我可以穿就是衬衣衬裤就完事儿。而我在这儿就不行，在这儿我就得再多穿一件，比如说这是保暖内衣吧，完吧还得套一件这个，非常狠啊！好，余地一顿踩，兄弟们，1毛钱小礼物啊，还有8手啊，对吧？1毛钱也买不了吃亏，1毛钱也买不了上当，大家伙儿帮帮忙，挑啥拿啥买啥，对不对？离牡丹江200多公里，那只要是东北，那还说啥？牡丹江不冷，真正冷的是那个什么，再往北呢，咱不能说北极，但是你想黑龙江北部黑河那边那确实冷，对吧？你包括我家那边也冷了，我家那边就是黑龙江东部啊，最东边乌苏里江那边它也冷啊。我们这儿怎么说也是个盆地啊。好，来看看3滴血的曹操，先是一个火。你德玛西亚个鬼！我操，他天天上来就德玛西亚。你看，你没有隐身衣打他，他天天就德玛西亚得你。傀儡娃娃，好，你看，我操这个，哇，这招，去你妈了！这不是对吧？万法归宗，直接秒了。一个招安状配合，哇，千军万马，我感觉这个曹操当时都哭了。曹操说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原来是左田啊，有一个夏侯渊，也不知道为啥叛变了，对着曹操就拿了900多个兵往前冲，创了个招安状。曹操直接吓哭了，真的啊，连对面的孙权都馋哭了，太狠了，这直接秒曹操，兄弟们啊，这太狠了啊！好，不多说了，在片尾的最后呢，可以看到啊，这个人物呢，我个人感觉还没那么太强势，实话实说，没那么强势这个人物。但是他强在哪儿呢？攻击面积、辐射宽，但是他的攻击力还是差点。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